葡萄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40万年前，葡萄牙已知最早的居民是海德堡人。一般认为，因气候等原因，海德堡人分为2支，一支为欧洲海德堡人，另一支为非洲海德堡人。在冰期时被隔离在欧洲的海德堡人，演化成了适应寒冷生活的尼安德特人。非洲海德堡人在20万年前演化出了现代人，或称为智人，后来欧洲海德堡人被智人取代。到公元前1000年初，凯尔特人统治了葡萄牙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大约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人为了寻找银矿，抵达伊比利亚半岛海岸，随后希腊人也来到此地。当罗马与迦太基爆发布匿战争时，葡萄牙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成为迦太基的军事基地。罗马征服迦太基后，迦太基人不得不将伊比利亚半岛割让给罗马人。居住在该地区的凯尔特人不愿意向罗马人屈服。凯尔特人的抵抗从罗马人踏上这片领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到公元前179年，在提比略·格拉古带领下，罗马共和国完成了对葡萄牙地区的征服。葡萄牙自此进入了200多年的罗马统治时期。随着罗马帝国于公元5世纪初的衰落，伊比利亚半岛被日耳曼部落占领。与此同时，西哥特人作为罗马雇佣军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加利西亚的苏维会人和西哥特人是现代葡萄牙领土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耳曼部落。与其他的日耳曼部族相比，苏维会人对于今日葡萄牙地区的影响最为显著。虽然苏维会人和西哥特人最初是异教徒，但他们从当地居民那里接受了天主教。从470年开始，苏维会人和西哥特人之间的冲突加剧，因苏维会王国内部纷争不断。西哥特人于585年将苏维会王国变成了自己的第6个行省。接下来的2个世纪内，伊比利亚半岛逐渐沦为西哥特王国势力范围。由于西哥特人没有从当地人那里学习拉丁语，他们不得不依靠当地的主教来延续罗马的统治体系。因此，在西哥特王国期间，神职人员成为制定法律的高级阶层。公元711年，在武麦叶王朝将领塔里克·伊本·齐亚德带领下，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直布罗陀附近登陆，并摧毁了西哥特王国。之后，仅葡萄牙北部的阿斯图里亚斯高地处在信奉天主教的哥特贵族控制之下。到718年，今天的葡萄牙大部分领土成为欧玛亚王朝的领地。就在同年，一位名叫佩拉杰的西哥特贵族被推选为领袖。佩拉杰号召残余的基督教西哥特军队反抗摩尔人。公元722年，佩拉杰在科瓦东加战役中击败摩尔人后，被拥立为国王，建立了基督教阿斯图里亚斯王国。这拉开了长达7个世纪之久的收复失地运动的序幕。就在佩拉杰在西班牙北部的科法敦加取得大捷后，坎塔布里亚的佩德罗公爵成功驱逐了境内的入侵者。此后，两国为了联手对抗异教徒，两国王室进行了联姻。通过联姻，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巩固了在伊比利亚北部的势力，这为他向南方反攻入侵者创造了条件。到732年，法国在都尔战役中取得胜利，成功阻止阿拉伯入侵者向北扩展的野心。而在751年后，法国的莫洛温王朝灭亡，新兴的卡洛林王室转为倾向扩张的外交政策，令阿拉伯帝国的统治受到打击。此时疆域广阔的欧玛亚王朝正深陷内斗之中。到750年，叛军领袖阿拔斯成功推翻欧玛亚家族，并建立阿拔斯王朝。当阿拔斯人对武麦叶家族进行大清洗时，武麦叶王朝第10任哈里发之孙阿卜杜勒·拉赫曼在其侍从白德尔的帮助下，化妆成平民逃亡至北非。受到其母舅所属的博波尔部落的帮助，他渡海到伊比利亚半岛，收编了原叙利亚武麦叶王朝的旧部军队。756年，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畔，拉赫曼击败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其后，拉赫曼在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成立科尔多瓦哈里发国。788年，拉赫曼逝世后，其继任者因治国无方，一些省区的封建首领宣布独立。到拉赫曼孙子阿卜杜拉赫曼三世继位后，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向有独立倾向的各大行省总督公开宣战。他和这些封建豪强进行了长达30年的武装斗争。932年，他攻克了最后一个拒不投降的反叛城市托莱多，
从而再次统一了后倭马亚王朝的领土。拉赫曼三世和继任者哈开姆二世以及侍从长曼苏尔统治时期，科尔多瓦哈里发国与阿拔斯王朝和法蒂玛王朝相抗衡，成为西方强大的伊斯兰国家。11世纪起，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禁卫军专权，政局陷于混乱。科尔多瓦哈里发国解体后，伊比利亚半岛出现了众多被称为泰法的小国，他们常常向基督教国家求援，以抗击敌对的穆斯林君主，或转而向北非国家求援，来对抗基督教君主。这些泰法国家反复无常，于是成为日益增长的基督教再征服势力争取的目标。到11世纪末，来自欧洲各地的十字军骑士纷纷前来支援莱昂、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国王，对抗伊比利亚半岛的异教徒。这些冒险者中就有勃艮第的亨利，他于1095年迎娶了莱昂国王阿方索六世的私生女特蕾莎。亨利在与特蕾莎结婚后，作为嫁妆，亨利从岳父手中获得了葡萄牙伯国。阿方索六世死后，在与觊觎莱昂王位的竞争对手进行了3年的战争后，亨利伯爵于1112年去世。此时，亨利的儿子阿方索·恩里克斯年仅3岁，特蕾莎成为葡萄牙伯国实际的统治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向他的情人特拉瓦伯爵提供了大量财富，这导致特蕾莎与儿子的关系变得紧张。当恩里克斯年满14周岁时，他组建了一支军队，在击败母亲的军队后，他还击败了名义上的宗主国莱昂和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七世，从而使葡萄牙伯国摆脱了对莱昂王室的政治依赖。1129年4月，阿方索·恩里克斯口述了诏书，宣布自己是葡萄牙王子。阿方索随后向盘踞在蒙德古河以南的摩尔人发动了战争。同年，即1139年7月25日，阿方索·恩里克斯在圣地亚哥战役中击败了一支穆斯林军队，这场战役成为了葡萄牙独立的开端神话。为了赢得教皇对葡萄牙独立的认可，1143年，阿方索绕过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写信给教皇英诺森二世，宣布他和王国是教皇的直接附庸。与此同时，阿方索的堂兄却视这位葡萄牙独立统治者为叛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阿方索七世与堂兄的对手阿拉贡国王结成了同盟。为了巩固联盟，阿方索让儿子桑乔迎娶了巴塞罗那伯爵的妹妹阿拉贡公主杜尔塞。迫于压力，阿方索的堂兄莱昂国王承认了葡萄牙是一个独立的王国。5年后，阿方索攻占了圣塔伦要塞。与此同时，一群前往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抵达波尔图，并自愿参加里斯本围城战。在盟军的协助下，阿方索于1147年10月25日攻占了里斯本。1171年，阿方索结束了与穆斯林的7年休战协定后，由于年事已高，他将军队总司令的职位委托给了儿子桑乔。1179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通过诏书，承认葡萄牙为独立国家。阿方索除了使葡萄牙获得了独立地位外，他还将其边界从蒙德古向南延伸至塔霍河。此外，他还创建了葡萄牙海军，并加强了王室与军事组织之间的合作体系。该体系后来为葡萄牙的航海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阿方索儿子桑乔统治时期，葡萄牙继续对穆斯林进行战争。1189年，桑乔征服了当时阿尔加维的首府希尔维什。3年后，穆瓦希德王朝不仅收复了希尔维什，还夺取了阿连特茹的大部分地区，这又迫使桑乔签订了休战协议。在接下来的8年里，桑乔又与莱昂国王阿方索9世爆发了冲突。战争于1201年结束，桑乔统治的最后10年是和平与人口在增长的时期，因此这位国王获得了人口在增长者的绰号。桑乔一世离世后，他的儿子阿方索2世拒绝履行父亲的遗嘱，试图独占父亲的遗产。在莱昂国王阿方索9世的介入下，他才将财产归还给了他的姐妹们。其后，他将教会资产没收，借以充实国库，结果被教皇霍诺留3世逐出教会。阿方索2世离世后，他年仅13岁的儿子桑乔2世为了解除葡萄牙禁教状态，桑乔2世与教皇签署了10点条约，但国王很少关注该条约的实施。他的首要任务是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南部。从1236年起，
桑乔二世征服了阿尔加维和阿联特茹的多个城市，巩固了葡萄牙在该地区的地位。由于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军事上，导致内部纠纷增多。贵族们对国王的行为感到不满，并开始密谋反对国王。此外，在没有国王干预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商人经常与僧侣发生冲突。因此，波尔图大主教向教皇提出投诉。得益于13世纪天主教会的强大势力，在第一次里昂拉丁大公会议上，教皇英诺森4世宣布将葡萄牙王国的统治权委托给桑乔的兄弟阿方索。阿方索当时以布洛涅伯爵的身份居住在法国。在教皇的授权下，阿方索放弃了他在法国的领地，与桑乔二世展开了王位争夺战。经过2年的内战，阿方索3世获得了胜利。阿方索3世上任后，决心不犯桑乔相同的错误。于是，他将注意力转向由商人和小地主组成的中产阶级。1254年，他参加了莱里亚市第1届议会，他通过了法律，禁止上层阶级虐待最贫困的民众。阿方索3世被人们铭记为一位伟大的管理者，在他的统治期间，阿尔加维成为王国的一部分。征服法鲁后，葡萄牙于1249年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第一个完成收复失地运动的王国。击败穆斯林后，卡斯蒂利亚认为阿尔加维本应属于自己，这导致两国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最终，双方于1267年签署了巴达霍斯条约，确定了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之间的南部边界设立在瓜迪亚纳河上。1255年，阿方索3世将首都从科英布拉迁至里斯本。6年后，他的儿子丹尼斯在里斯本出生。丹尼斯17岁时便继承了王位。他继位后，为了保护农田免受海岸风沙的侵袭，他下令在莱里亚附近地区种植松树林。这片森林至今仍然存在，并被认为是葡萄牙最重要的森林之一。丹尼斯即位之初，他的合法性受到其兄弟阿方索的质疑，随后爆发了一场短暂的内战。由于战争持续时间太短，并未对葡萄牙社会重建构成影响。在丹尼斯统治葡萄牙46年间，他逐渐将南部的摩尔人、莫扎拉布人和北部的加利西亚人、犹太人和外国十字军融合成一个民族。1297年，在完成了其父亲对阿尔加维以南领土的征服后，他划定了葡萄牙边界。1325年1月7日，丹尼斯在圣塔伦去世时，这位国王已将葡萄牙置于与其他伊比利亚王国同等的地位。丹尼斯去世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王位爆发了内战。阿方索4世在击败兄弟后，拨出公共资金，扩大商业船队，进行了第一次海外探险。阿方索4世统治的最后阶段充满了政治阴谋。卡斯蒂利亚国王佩德罗一世与其同父异母兄弟特拉斯塔马拉的亨利之间的内战，导致许多卡斯蒂利亚贵族流亡到葡萄牙。这些移民在葡萄牙宫廷内部形成了一个派系。在康斯坦萨公主的女仆伊内斯成为阿方索4世继承人佩德罗的情人之后，卡斯蒂利亚流亡贵族开始得势。由于担心即将发生王朝冲突，阿方索于1354年将他的宫廷迁至蒙特莫尔维柳。1年后，伊内斯在眼泪庄园被谋杀，主要嫌疑人受到阿方索的保护。愤怒的佩德罗亲自率领军队摧毁了杜罗河与米尼奥河之间的地区。阿方索在1年内便打败了佩德罗领导的叛军，但不久阿方索就病逝了。佩德罗继位后，刺杀伊内斯的凶手受到了他最严厉的惩罚。在佩德罗统治期间，他通过严厉执行法律，削弱了贵族和教会的力量。佩德罗一世虽然仅仅统治了10年时间，但是在他任内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民众的利益，因此获得了公正者的称号。他死后，他的儿子费尔南继承了王位。当时卡斯蒂利亚王国因国王去世而出现王位空缺，费尔南于是声称基于他祖母的血统，他有权继承卡斯蒂利亚王位，但大多数卡斯蒂利亚贵族拒绝接受葡萄牙君主。斐迪南于是与摩尔人和阿拉贡人结盟，最终在教皇格里高利11世介入下，斐迪南放弃了对卡斯蒂利亚王位的继承权，同时斐迪南还答应迎娶卡斯蒂利亚新任国王亨利的女儿为妻。然而，斐迪南更喜欢属下大臣的妻子特莱斯。为了报复斐迪南的食言，亨利派兵围攻了里斯本。斐迪南迫于形势，向英格兰发出了求援。1381年，英格兰的理查二世派遣军队前往里斯本，
并将其表弟爱德华王子许配给斐迪南的独生女比阿特丽丝，后者被莱里亚议会认定为葡萄牙王位继承人。1383年，斐迪南背弃了他的英国盟友，与卡斯蒂利亚国王若昂一世在萨尔瓦特拉缔结合约。根据萨尔瓦特拉条约，贝阿特丽丝将嫁给若昂一世。6个月后，斐迪南去世。父亲去世后，贝阿特丽丝被拥立为葡萄牙女王。根据婚约，莱昂诺尔太后以其女儿贝阿特丽丝和女婿卡斯蒂利亚国王的名义摄政。由于外交上已无力反抗，独立派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措施，从而引发了1383年至1385年的危机。1385年4月16日，佩德罗一世的私生子若昂在科英布拉召开的议会上被拥立为葡萄牙国王。科英布拉议会是葡萄牙议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明确确立了君主制的民族性。这实际上是对卡斯蒂利亚宣战。此后不久，卡斯蒂利亚国王再次入侵葡萄牙，目的是征服里斯本并推翻若昂一世的王位。若昂和他的统帅佩雷拉在英国弓箭手的协助下，于1385年8月14日的决定性阿勒朱巴罗塔战役中击退了卡斯蒂利亚国的进攻，葡萄牙王位的稳定由此得到永久保障。为了加强与英国的联盟，若昂一世于1387年2月2日迎娶了当时英国最有权势的第一代兰开斯特公爵的女儿。科英布拉会议、阿尔朱巴罗特战役和温莎条约标志着约翰一世所建立的葡萄牙阿维斯王朝完成了权力的巩固。其后，葡萄牙开启了海外扩张时期。在若昂一世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军事行动是1415年葡萄牙围攻休达城。占领休达后，在航海家亨利王子的主持下，葡萄牙组织了探索非洲海岸的航行。1433年，若昂一世病逝后，他的长子杜阿尔特继承了王位。杜阿尔特一世上任后，积极推动航海业的发展。自从葡萄牙占领休达后，阿拉伯人逐渐将地中海的贸易转移到丹吉尔等地，这意味着，除非再攻下周围的土地，否则源自休达的财富只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马林王朝也不断派兵试图夺回休达要塞。为了休达的安全，葡萄牙人需要在据点附近建立更大的纵深。尽管葡萄牙人发动多次攻击，但在穆斯林海盗和奥斯曼帝国的帮助下，摩洛哥最终守住了丹吉尔。在随后达成的条约中，亨利承诺将休达归还给马林王朝。马林王朝要求杜阿尔特最小的弟弟费迪南德充当城市移交的人质。杜阿尔特一世闻讯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但与会的贵族们宁愿牺牲费尔南多王子，也不愿意撤出休达，因为那是葡萄牙在北非唯一的据点。直到费尔南多王子于1443年去世后，摩洛哥王国才将王子的遗体交还给葡萄牙。这次行动的失败给杜阿尔特一世造成了沉重打击，不久他就病逝了。由于当时杜阿尔特长子阿方索五世年仅6岁，若昂一世的二儿子佩德罗成为葡萄牙实际上的统治者。1441年，在处理完因进攻丹吉尔惨败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斗争后，亨利回到萨格里时，重新开始了非洲沿岸探险。这一年，探险队创造了向南航行的新纪录，到达了今毛里塔尼亚的努瓦迪布角。然而，旷日持久的探险没有带来多少收益，亨利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批评。1448年，16岁的阿方索正式亲政，但他的叔叔佩德罗仍握有实权，这引起了贵族的不满。1449年，佩德罗企图清洗贵族，但却在战斗中被杀。佩德罗被杀后，亨利逐渐远离权力中心。1460年，亨利在孤独中走完了自己传奇般的人生。从这时开始，阿方索五世改变了之前显赫一代执政时期葡萄牙向地中海方向发展的国策，改向非洲方向开拓新的殖民地。从休达被俘的穆斯林口中，葡萄牙人第一次了解到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度，那里有丰富的黄金、象牙、犀角和香料。以葡萄牙的实力，显然没有办法从陆上过去，阿方索五世便广招探险家，一路沿着非洲西海岸去寻找那物产丰富的传说之地。与此同时，阿方索五世集结大军攻打丹吉尔。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持续了13年，当时人口只有约100万的葡萄牙，长期在非洲维持2至3万人的兵力。战争的巨额消耗导致若昂一世时期丰盈的国库一度空虚，
幸好前往非洲的探险家们不负众望，真的找到了阿拉伯人口中的几内亚等地。1471年，阿方索五世率军3万余人再度进攻丹吉尔，他一口气拿下了丹吉尔与阿尔及拉，并迫使摩洛哥签订合约。就在同一年，葡萄牙探险队在金加纳地区发现了黄金海岸。1年后，葡萄牙人第一次穿越了赤道线。至此，葡萄牙在北非和西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阿方索五世在非洲取得成功后，在邻国卡斯蒂利亚找到了新的战场。1474年12月11日，卡斯蒂利亚国王亨利4世去世，没有男性继承人，只留下一个女儿胡安娜。有传言说，胡安娜的母亲在与一位贵族出轨后生下了她。亨利的死引发了一场继承权战争，一方支持胡安娜，另一方支持亨利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莎贝拉。阿方索五世站在了侄女胡安娜一边。1475年5月，阿方索率军进入卡斯蒂利亚，他在帕伦西亚遇见了胡安娜，两人于5月25日订婚。由于他们血缘关系密切，需要教皇的特许，正式婚礼被推迟。阿方索五世派兵企图将新婚妻子扶上王位，遭到伊莎贝拉的丈夫阿拉贡的费尔南多和大多数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反对。在托罗之战中，他亲自指挥的右路军惨败。后来，阿方索五世被迫签署条约，放弃了卡斯蒂利亚的继承权。尽管该条约对葡萄牙有利，但国王对其中强迫他的妻子和侄女进入修道院的条款深感不满。不久之后，他因发烧去世。阿方索离世后，他的儿子若昂二世继承了葡萄牙王位。他上任后，剥夺了贵族在其管理遗产上的司法权利。贵族立即开始串谋叛乱。当权势最大的若昂一世的私生子布拉干公爵倒台后，若昂二世向其他贵族开刀，自此无人敢挑战国王的权力。在若昂二世时期，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当哥伦布于1493年完成第一次美洲航行后，哥伦布在里斯本向若昂二世展示了他的成就。若昂二世根据以前与卡斯蒂利亚王国签署的阿尔卡索瓦条约，认为哥伦布发现的地区位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卡斯蒂利亚迅速就此问题与葡萄牙进行谈判，谈判地点在西班牙小镇托德西利亚斯。这次会议的结果便是著名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该条约划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大陆的势力范围。因若昂二世只有一个婚生儿子阿方索，并且他已经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尔一世的女儿订婚。然而1491年，阿方索王子在一次郊外游猎时不慎从疾驰的马背上跌落，重伤不治逝世。他还有一个私生子科英布拉公爵若热。若昂二世想将王位传给科英布拉公爵，他向教皇提出请求。然而在以堂弟曼努埃尔为首的大贵族和布拉干萨的残余势力的阻挠下，教皇并没有同意这个请求。最终，若昂二世于1495年去世，阿维斯王朝主系终结。他的堂弟，也就是阿方索五世弟弟费尔南多之子曼努埃尔继位，即曼努埃尔一世。曼努埃尔一世在若昂二世在世时与其关系并不好，若昂企图加强集权，但曼努埃尔却是大贵族势力的同盟者，其弟迪亚哥还曾因反对若昂二世而被处死。曼努埃尔继位后，就立刻改变了原来的立场，继续推进若昂二世的集权政策。为了开拓新的贸易与殖民据点，并维持其海上地位，曼努埃尔一世开始大力支持打通印度方向海路的探险。达伽马就在这时登上了历史舞台。1497年7月8日，达伽马受曼努埃尔一世派遣，率领船队从里斯本出发，寻找通向印度的海上航路。1498年5月20日，达伽马到达印度西南部的卡里库特。这意味着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路被成功开辟，也是葡萄牙取代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开端。就此，葡萄牙在印度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据点。此后，葡萄牙人开始了向新大陆的探索。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卡布拉尔抵达现今的巴西地区，他将这片土地命名圣十字架，从此巴西成为了葡萄牙的殖民地。1505年，曼努埃尔任命阿尔梅达为第一任印度总督。后来，曼努埃尔又派新的印度总督占领亚丁、霍尔木兹和马六甲，切断穆斯林在印度洋的贸易线。
除1514年在屯门被明朝军队打败以外，葡萄牙军队在这段时期的扩张活动无往不利。曼努埃尔一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位期间，葡萄牙开始大量驱逐原本与基督徒和平共处的犹太人和摩尔人。对外，他向新殖民地派遣了许多传教士，让基督教第一次散布到好望角以东的地区。1515年，一个叫麦哲伦的葡萄牙军官向曼努埃尔申请组织船队，进行一次环球航行。曼努埃尔认为东方贸易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没有必要再去开辟新航道了。于是麦哲伦转而向西班牙寻求援助。在麦哲伦的船队于1521年从西班牙塞维利亚出发的同一年，曼努埃尔病逝了。曼努埃尔的儿子若昂三世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天主教在新殖民地的传播。在曼努埃尔时期，巴西的主要作用是向葡萄牙提供巴西木和珍禽野兽。巴西一词就是由巴西境内盛产的优质红木衍生而来的。在若昂三世时期，若昂三世从印度引进了甘蔗等作物，巴西的日照充足的沼泽地非常适合甘蔗的生长，从此糖业成为巴西的支柱产业。凭借广阔的土地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巴西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到1550年左右，殖民地的物产为葡萄牙带来了大量的财富。此时，葡萄牙人取代了阿拉伯人，成为了印度洋贸易的实际控制者。里斯本发展成为非洲贸易和东方贸易的超级中转站。在若昂三世在位的46年的时间里，葡萄牙帝国的国力达到了顶峰。由于若昂娶了表妹为妻，结果他生下的6个儿子中只有1个活到17岁。到若昂三世去世时，他只剩下1个孙子。若昂给他起名叫塞巴斯蒂安。1557年，若昂三世去世后，年仅3岁的塞巴斯蒂安获得了王位。塞巴斯蒂安继位时，随着帝国的扩大，葡萄牙人总是在世界各地碰到驻军被杀害、商行被焚烧、舰船被击沉的厄运。尽管殖民地给葡萄牙带来了无数的财富，但这些财富集中在王室、贵族和教士手中，大多被用于奢侈消费而非生产，因此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更糟糕的是，财富的流入还导致了通货膨胀，使得葡萄牙的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造成了严重的贸易逆差。伴随着海盗的兴起和陆上商路的复兴，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变得越发烧钱，于是葡萄牙人又将攻击北非、获得黄金提上了日程。塞巴斯蒂安在孩提时代就梦想着征服摩洛哥，他亲政后不久，他就对摩洛哥的菲斯发动了圣战。虽然他首次进攻摩洛哥即告失败，但他的狂热丝毫未减。1578年，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穆泰瓦基勒被其叔叔废除后，逃到葡萄牙，祈求塞巴斯蒂安的帮助。塞巴斯蒂安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率领2.3万军队于1578年6月在丹吉尔登陆。8月4日，葡萄牙军队在马哈赞河畔的凯比尔堡附近发起进攻。由于塞巴斯蒂安孤军深入，又指挥失误，葡萄牙军队向马哈赞河对岸撤退时，塞巴斯蒂安不幸被水淹死。战后，葡萄牙贵族为了赎回他们的亲人，消耗了大量财富。更要命的是，此时阿维斯王朝成员只剩下没有子嗣的若昂三世的弟弟恩里克。时年73岁的红衣主教恩里克被迫还俗，当上国王后就开始布置继承者。此时，布拉干萨公爵夫人曼努埃尔的孙女卡塔利娜、西班牙国王哈布斯堡的费利佩二世以及曼努埃尔的私生孙子安东尼奥都宣称有资格继承葡萄牙王位。最终，西班牙帝国费利佩二世凭借武力夺取了葡萄牙王位。在葡萄牙王国与西班牙君主制合并期间，西班牙哈斯堡王朝总体上给予了葡萄牙相当大的自治权。在整个17世纪，荷兰、英国和法国的私掠船不断袭击葡萄牙商船，削弱了葡萄牙对香料贸易的垄断，这使葡萄牙的香料贸易陷入了长期衰退。30年战争爆发后，哈布斯堡王朝将葡萄牙的财富用以支付战争，这导致了联盟内部的紧张，两大王权的联合使葡萄牙失去了独立的外交政策。西班牙和英国之间的战争导致葡萄牙与最古老盟友关系恶化，并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西班牙国王腓力3世去世后，他的儿子腓力4世试图将葡萄牙变成西班牙的一个省，葡萄牙贵族因此失去了权力。这段时间，葡
葡萄牙开始流传着塞巴斯蒂昂一世没有死，有朝一日将重返葡萄牙夺回王位的传言。这种传言在17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许多人将塞巴斯蒂昂的合法继承人布拉干萨公爵视为葡萄牙争取独立的希望。最终在1640年11月，梅内塞斯等贵族们占领了里斯本王宫，迫使西班牙驻军投降。随后，拉甘萨公爵若昂被拥立为葡萄牙国王。此时，西班牙正陷入战争泥潭，无力调动军队。最终，西班牙于1668年2月与葡萄牙达成了和解。当时，布拉干萨王朝开国国王若昂四世已经去世。因若昂四世儿子阿方索六世从小就智力低下，他的同母四弟佩德罗二世对他继承王位非常不满。路易莎王太后离世后，佩德罗二世立即软禁了阿方索六世。公元1683年，佩德罗二世声称阿方索六世因病驾崩且没有子女，由自己继承王位。在佩德罗二世时期，葡萄牙军队打败了企图重新征服葡萄牙的西班牙军队，使葡萄牙重新跻身欧洲强国行列。公元1706年，时年58岁的佩德罗二世因病离世。此时，他的儿子若昂五世只有17岁，得益于巴西流入葡萄牙的巨额税收，若昂五世在位期间把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若昂五世以绝对君主的身份行事，几乎耗尽了国家的税收。到他晚年，葡萄牙陷入了经济停滞。1750年，若昂五世去世，其子约瑟夫继承王位。约瑟夫对治理国家不感兴趣，终日沉迷于酒色歌舞，朝政就交给以庞巴尔为首的大臣处理。庞巴尔以强硬的手段统治着葡萄牙社会，这使他在贵族中树敌无数，他们鄙视庞巴尔是社会暴发户。1755年11月1日清晨，一场估计里是9级的强烈地震袭击了里斯本。由地震引发的海啸和火灾，导致整座城市几乎被彻底摧毁。地震发生后不久，首相和国王迅速聘请了建筑师。国王渴望拥有一座规划完美的新城。当时有人问庞巴尔侯爵，为何需要如此宽阔的街道？侯爵回答说，总有一天街道会变小。如今里斯本混乱的交通恰恰体现了这位侯爵的先见之明。伊约瑟夫的儿子均未能活到成年，他的长女玛利亚于是被确立为王储。玛利亚在发疯之前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她作为女王的第一件事就是罢免了独裁大臣庞巴尔侯爵。1786年5月25日，玛利亚丈夫去世，玛利亚悲痛欲绝。此后不到2年，她的2个孩子又相继离她而去。亲人的离世可能导致玛利亚患上重度抑郁症。此后，玛利亚唯一活到成年的四子若昂六世被宣布为摄政王。与此同时，法国前国王路易16被革命者处决，引发了欧洲统治阶层的强烈反应。为了对抗大革命中的法国，葡萄牙与西班牙、英国形成了同盟，这导致葡萄牙在次年发动了鲁西永战争。这场战争以法国征服西班牙东北部而告终。西班牙战败后，放弃了与葡萄牙的联盟，并且根据巴塞尔合约与法国结盟。由于英国太过强大，法国无法直接进攻，法国便将目光投向了葡萄牙。1799年，若昂以母亲的名义正式接管葡萄牙政府。同年，拿破仑在法国发动了雾月政变，并强迫西班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葡萄牙与英国决裂。此事遭到了若昂的断然拒绝。于是，法国与西班牙派兵入侵了葡萄牙。葡萄牙战败后，将包括奥利文萨在内的部分领土割让给西班牙。这场战争结束7年后，法国、西班牙与俄国达成了瓜分葡萄牙的计划。为了拖延时间，若昂假意向法国屈服，并向英国国王乔治3世暗示葡萄牙与法国的战争状态只是假象。若昂之后与英国签署了一项新的秘密协议，以保证他能在葡萄牙王室最终逃亡时获得英国的帮助。随后，事态迅速发展。1807年11月1日，拿破仑的宫廷传来消息，称布拉干萨家族将在2个月内停止统治。11月6日，一支拥有7000名士兵的英国舰队驶入里斯本港，奉命护送皇室前往巴西。若昂受到了来自葡萄牙宫廷中亲法派和亲英派的双重压力，在经过极其痛苦的斟酌后，若昂最终决定接受英国的保护。若昂一行人在一场暴雨中仓促离去，这给里斯本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为了向民众解释自己的行为，若昂下令沿街张贴海报，海报建议大家保持冷静，
不要抵抗侵略者，以免白白流血。王室到了巴西后，迅速在里约热内卢建立起了完善的行政系统。1815年，拿破仑被迫退位后，欧洲列强在维也纳召开会议，重新制定旧大陆的政治版图。葡萄牙参加了谈判，但鉴于英国的阴谋违背了布拉干萨王朝的利益，葡萄牙大使建议摄政王留在巴西，并建议将殖民地的地位提升到葡萄牙联合王国的水平，以加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英国代表也同意了这一想法，这导致葡萄牙、巴西和阿尔加维联合王国的成立。1年后，玛利亚女王去世。由于宗主国葡萄牙陷入了对拿破仑的战争，工业和农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得益于开放市场的政策，巴西迅速富有了起来。与此同时，由于若昂六世对乌拉圭用兵，加征了许多新的赋税，这加剧了当地民众对这个流亡政府的不满情绪。此时，葡萄牙本土由于战争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和人口外流，英国占领军实行了铁腕统治。在自由主义的思想的推动下，葡萄牙民众于1820年8月24日发动了起义。在推翻了英国设立的督政府后，里斯本召开了制宪会议。制宪会议成立之后，立即向里约热内卢请愿，要求国王若昂六世即刻回国。1821年6月，若昂六世启程回国，将庞大的巴西交给了他的长子佩德罗管理。1822年9月23日，制宪会议颁布了宪法，宣布葡萄牙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为了将巴西再次降格为殖民地，制宪会议要求佩德罗王子回国。巴西当地的精英阶层闻讯后，聚集到佩德罗王子周围，极力要求他留在巴西。1822年1月9日，佩德罗王子发表了留在巴西的声明。制宪会议闻讯后十分恼怒，威胁要对巴西宣战。消息送到佩德罗手中的时候是1822年9月7日，他和一队骑兵刚刚结束训练，正在伊皮兰卡河畔饮马休憩。看完信后，他就将信丢到地上，翻身上马，抽出宝剑，对他的士兵们喊道：“我们和葡萄牙决裂了。”9月7日后来被定为巴西独立纪念日。制宪会议闻讯后，立即向巴西派遣了军队。就在葡萄牙人到达之前，佩德罗于10月12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加冕仪式。看到巴西闹独立，1823年5月27日，专制主义者们在若昂六世幼子米格尔王子的带领下，于弗兰卡镇发难，组织军队进攻里斯本，要求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国王对反叛者们做出了让步，将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头衔封给了米格尔王子。第2年4月，王子再次发难，这次若昂六世宣布米格尔王子为不受欢迎的人，下令将他驱逐出境。1826年3月4日，若昂六世从热罗尼莫斯修道院吃完午饭回来后感到不适，出于谨慎，他任命他的女儿伊莎贝尔公主为摄政王。10日凌晨，他便离开了人世。医生无法确定确切的死因，但怀疑是中毒。2000年，一名法医对他的心脏碎片进行分析，结果检测出其中的砷含量足以杀死2个人。若昂六世离世后，葡萄牙陷入了继承危机。若昂六世临死前任命他最喜爱的女儿伊莎贝尔公主作为摄政王，直到合法继承人回到王国。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他的哪位儿子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大多数人认为佩德罗是合法继承人，但是巴西不愿意因此再度与葡萄牙合并。经过协商，佩德罗同意由他的女儿玛利亚继承葡萄牙王位。当时玛利亚只有7岁，米格尔假装接受成为摄政王的建议，但当他回到葡萄牙后，他便废除了玛利亚的王位。由于米格尔篡夺了玛利亚2世的王位，以及他对自由党人的迫害，佩德罗来到了自由党的基地亚速尔群岛的特尔塞伊拉岛，组成了一支数千人的远征军。因战争失利，米格尔于1834年5月底做出了出逃海外的决定。不久后，佩德罗就患上了肺结核，他终年仅35岁。当时他的女儿玛利亚2世只有15岁。玛利亚2世亲政之后，面对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凋敝的海外殖民地，他推行了旨在提高全国教育水平的政策，因此他获得了教育者的雅号。玛利亚自18岁第一次怀孕起，就一直面临着分娩的难题，然而他对此却不以为然。玛利亚甚至说：“如果我死了，我也是死在我的位置上。”1853年，玛利亚在里斯本死亡，当时她正在生育她的第11个孩子。玛利亚2世逝世后，根据大宪章的规定，
国王必须年满18岁才能亲政。此时，玛利亚二世的长子佩德罗只有16岁。于是，在佩德罗五世成年前，他的父亲费尔南多二世成为葡萄牙摄政王。佩德罗利用这个机会游历了欧洲诸国。这次的经历使他较为倾向自由主义。佩德罗年满18岁后，因才智过人且仪表堂堂，经历动荡不安的葡萄牙民众都盼着这位国王能有所作为，于是便将充满希望的名号加在了佩德罗的头上。佩德罗是一位勤恳努力的君主，在国内建设方面，他引进了电报，并铺设了从葡萄牙到美国、横跨大西洋的通信电缆。佩德罗自幼体弱多病，在他统治期间，葡萄牙为黄热病和霍乱所侵袭。1861年11月11日，佩德罗在他的执政前景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因霍乱去世，当时他年仅24岁。同年12月，佩德罗五世的弟弟路易斯一世被拥立为国王。在路易斯统治期间，葡萄牙在公共教育、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皆落后于其他的西欧国家。路易斯是一名有志青年，他想改变葡萄牙的面貌，于是他废除了奴隶制与死刑。在建设方面，他特意请来了著名建筑师古斯塔夫·埃菲尔，在杜罗河上架设了2座像埃菲尔铁塔那样纯钢结构的大桥，并以国王夫妇的名字命名为路易斯大桥和玛利亚大桥。至今，这2座大桥依然存在。在他漫长的任期内，国王一直致力于改善葡萄牙民众的生活，因此他得到了受欢迎的人的称呼。但是在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中，国王的权限是受到制约的，所以在这24年间，葡萄牙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自15世纪葡萄牙探索了非洲海岸线以来，葡萄牙人试图将其非洲西海岸的殖民地安哥拉和非洲东海岸的殖民地莫桑比克连接起来。这个方案被称为粉色地图。英国人认为，如果同意了粉色地图计划，英国建立纵贯非洲的殖民地设想就会被拦腰斩断。因葡萄牙国力有限，别说和英国开战，就算是在粉色地图区域驻扎足够的军队以实现有效占领，都显得捉襟见肘。就在路易斯一世去世的第2年，英国向葡萄牙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葡萄牙撤出驻扎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之间的军队，并永远放弃粉色地图。随后，英国军舰就开到本。迫于压力，新任国王卡洛斯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葡萄牙共和党人趁机散布舆论，说这一切都是君主制的后果，要改变这一切，就必须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其实早在10年前，一些激进的左派文人便开始了集会活动，商讨如何推翻国王。10年间，由于葡萄牙政府一直软弱无能，反对君主制的人越来越多，共和党人的势力也就不断得到发展壮大。葡萄牙政府迫于压力同意了英国人的要求之后，一些共和党人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成熟了。1891年1月31日，波尔图爆发了市民和军警参加的共和党起义，这次起义很快遭到了镇压。在卡洛斯执政时期，葡萄牙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依附于英国。他在位时，葡萄牙曾2次宣布破产。这些事实使他在国内很不得人心，并直接导致国内反对力量要求废除君主制。卡洛斯一世的应对手段是任命若昂·佛朗哥将军为军事独裁者，以镇压反对派的活动。但是葡萄牙国内的动荡气氛并未平息。1908年2月1日，刚刚从行宫归来的王室一家人乘坐敞篷马车行进在里斯本的大街上。在通过商业广场的时候，街道两旁欢迎国王的人群中突然爆发出几声枪响。卡洛斯一世及其长子中弹身亡，次子曼努埃尔被子弹打中了胳膊，凶手则被王室卫兵当场击毙。几天后，曼努埃尔被加冕为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二世即位后，极力寻求保存布拉干萨王朝脆弱的统治，于是，在即位当年遣散了佛朗哥内阁。他随后邀请海军上将阿马拉尔组阁。阿马拉尔随后请求复兴党与进步党参加新内阁。此举平息了共和派的情绪，但事后看来却被视为软弱。在曼努埃尔统治的2年时间，7次改组内阁，这使葡萄牙政局陷入混乱。1910年，葡萄牙爆发共和主义运动，曼努埃尔差点被革命炮火炸死。同年，他宣布退位并流亡。至此，国祚270年的布拉干萨王朝宣告灭亡。
里斯本革命后，君主制被议会制共和国所取代，共和国从1910年持续到1926年。在这16年间，葡萄牙共经历了9任总统和45届政府。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葡萄牙国内外形势开向于另一种威权主义方案，即强化行政权力以恢复政治和社会秩序。武装部队的政治利益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日益增强，其领导人并未忘记葡萄牙共和党在军方自身警告称其尚未做好战斗准备的情况下派遣他们参战的事实。葡萄牙军方此后与保守势力接洽，最终在1926年5月28日，葡萄牙爆发了1926年革命。这场由武装部队发动的政变得到了几乎所有政党的支持，由此开启了军事独裁统治。政变上台的军人政府多是武夫出身，尽管获得了大多数社会阶层的支持，但是治国乏术。1927年的财政赤字比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末年高出425%，葡萄牙经济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在卡穆纳当选总统后，卡穆纳承诺给予财政部长萨拉查可以否决财政支出的权利，凭借着特殊权利，萨拉查在1年之内平衡了预算，稳定了葡萄牙的货币。当年的年末，葡萄牙财政15年来第一次出现盈余，如此卓有成效的政绩使得萨拉查成为葡萄牙的救世主。高超的能力和崇高的声望很快带给萨拉查巨大的权力，其威望甚至超过了政变领袖们。走上权力巅峰之后，萨拉查于1930年创建了国民联盟。2年后，萨拉查取代奥利维拉成为了葡萄牙总理，并在次年颁布宪法，宣布国民联盟为唯一合法政党。这标志着萨拉查成为了葡萄牙现代政治独角戏的主演。二战爆发后，葡萄牙利用以钨矿为主的矿产资源出口，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外汇储备，葡萄牙的经济也获得了暂时的繁荣。然而，由于工业化水平较低，葡萄牙采矿业必须依靠大量劳动力，葡萄牙保有许多海外驻军，因此劳动力十分缺乏。这样的情况对葡萄牙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冲击，导致葡萄牙许多中小企业倒闭。二战结束后，对于矿产资源的需求大幅下降，使葡萄牙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出来。1948年，葡萄牙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并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虽然这帮助了葡萄牙经济，但实际上，由于贸易保护政策的取消，葡萄牙本国的经济体系几乎被涌入的外国资本和商品摧毁了。尽管萨拉查制定了5年经济发展计划，但是葡萄牙的工业体系依然与西欧其他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冷战开始时，萨拉查的新国家政体仍然保持着严格的独裁统治。萨拉查之所以能够掌权，是因为公众还记得1926年之前葡萄牙生活的混乱。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新一代人，他们对这种不稳定没有任何集体记忆。最明显的迹象是1958年的葡萄牙总统选举。大多数中立的观察家认为，如果选举公平进行，民主反对派候选人温贝托·德尔加多将会获胜。德尔加多表示，他如果当选总统，他的首要政策就是解雇总理萨拉查。萨拉查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随后，德尔加多被葡萄牙军队驱逐出境。20世纪60年代，武装革命运动和零星游击活动蔓延至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普属几内亚。除普属几内亚外，葡萄牙军队通过动用轻步兵和特种部队，有效镇压了大部分叛乱。然而，戈麦斯上校很快指出，葡萄牙的殖民问题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永久解决。1961年，莫尼兹将军被提名为国防部长后，试图说服总统阿梅里科·托马斯将年迈的萨拉查赶下总理宝座。尽管莫尼兹遭到了免职，但莫尼兹的政治盟友戈麦斯还是发表了非洲不太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观点。1968年，萨拉查中风。由于人们认为他活不了多久，托马斯用马塞洛·卡埃塔诺接替了他的位置。萨拉查从未被告知这一决定。据报道，他于1970年去世时仍然相信自己是总理。大多数人希望卡埃塔诺能软化萨拉查独裁政权的棱角。然而，总统托马斯不愿意给予卡埃塔诺充分权力。因此，当托马斯和其他强硬派于1973年强行终止改革实验时，卡埃塔诺毫无抵抗之力。
与此同时，英国神父黑斯廷斯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莫桑比克维里亚穆大屠杀的文章。文章揭露，1972年12月，葡萄牙军队在泰特附近的维里亚穆村屠杀了大约400名村民。黑斯廷斯的报道发表于葡萄牙总理卡埃塔诺访问英国庆祝两国联盟成立600周年的1周前。黑斯廷斯的言论导致葡萄牙日益孤立，这经常被认为是导致1974年推翻卡埃塔诺政权的康乃馨革命政变的一个因素。当时年轻的军事学院毕业生对卡埃塔诺推行的一项计划感到不满，根据该计划，完成短期训练计划并参加过海外领土防御战役的民兵军官可以获得与军事学院毕业生同等军衔。卡埃塔诺启动这项计划，目的是增加对抗非洲叛乱的官员数量，同时削减军费。1974年4月，在数次军事叛乱失败后，葡萄牙左翼军官武装部队运动在里斯本发动了政变。当时正是康乃馨盛开的季节。当民众走上街头庆祝独裁统治结束时，餐馆工作人员塞莱斯特·卡埃罗向士兵献上康乃馨，其他示威者也纷纷效仿，将康乃馨插在枪口和士兵制服上。这一画面在世界各地的电视上播出，这场革命也因此得名。为纪念此日，葡萄牙把4月25日定为自由日。康乃馨革命后，葡萄牙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为了恢复秩序，1976年4月，葡萄牙通过了新的宪法。新宪法颁布后，举行了首次议会选举。新政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葡萄牙严峻的经济形势。苏亚雷斯政府设法获得了美国和欧洲共同体的财政援助。葡萄牙在第三共和国的前10年遭遇了经济困难。在此期间，葡萄牙接受了2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的救助。葡萄牙退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后，葡萄牙于1986年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此后，葡萄牙经济恢复了强劲增长。葡萄牙许多主要出口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欧盟的结构基金和凝聚基金，是推动葡萄牙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强劲增长的新时期的主导力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葡萄牙公共支出上升到不可持续的水平。雪上加霜的是，21世纪初的次贷危机使葡萄牙经济陷入低迷。2010年夏天，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下调了葡萄牙的主权债券评级，这导致葡萄牙政府债券压力加大。1年后，葡萄牙成为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第3个向欧盟申请援助的国家。经过调整，到2024年，葡萄牙国内生产总值达2849亿欧元，经济同比增长1.9%，增速位居欧盟国家前列。